争执过后，他在课间的时候去到外面的超市买了一把刀。然后比如说他会啪去拿手砸墙，当时工作的时候系一个那种围裙，他就会过来把我那个带儿扯掉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们的频道，我是一类。记好了。今天这期视频，我们给大家讲一讲留学生在这边可能遇到的危险或者暴力事件。那你先开始分享一下你的小故事。我的小故事等一下啊，是我的一个同学讲给我的。我的同学的亲戚家的孩子。据我同学回忆说，某一天在他回家的时候，家里的楼下停了2辆警车，结果后来上楼的时候发现那个警察其实是在他们家门口，然后就把那个男孩子直接戴着手铐给押走了。当时那个男孩子还在安慰我的同学，就说不是什么大事儿，就没发生什么，是小事儿，他就完全没有意识到这个事情的严重性。但事实是，那个男生在上课的时候跟他同班的另一个男同学发生了争执，争执过后，他在课间的时候去到外面的超市买了一把刀。他买了刀回来之后，还从包里这样给那个男生看，大概就是有威胁的意思吧，可能。然后那个男生在当时就报警了，觉得我的人身安全受到了威胁，在之后的2天就把我同学的亲戚家的孩子给遣返回国了。当时我听到这个事情呢，还是挺震惊的，因为是我第一次觉得，离我很近的一个事件。我就觉得应该给大家说一下，加拿大的法律不是说一定说我们2个人发生了冲突，然后我报警，警察可以去把他抓起来，而是说当你觉得对方恐吓你、威胁你，让你觉得你的人身安全受到了威胁，你就可以报警。出来留学，很多时候大家都是年纪轻轻的男生女生们，然后大家谈个恋爱，男女朋友相处的过程中，吵架好像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嘛。但是有的时候，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，吵架吵急都有可能会就是推一下啊，或者打一下对方。如果是男生这样对女生，他的伤害力可能会比较大。有时候男生下手确实不重，但是对于女生来说，他就是细皮嫩肉的，对，就是轻轻一碰可能就会轻。但其实这种情况，如果这个女生真的气急了，说我报警，这个男生就可能再也不能接近这个女生。文明恋爱，文明吵架。再提一下，再着重的强调一下，家暴不只是男生对女生，女生对男生是一样的，不代表你打他的轻就可以随便打他。把我今天的话剪掉，我就是要随便打的。还有另一点就是想跟大家说一下关于职场性骚扰的事情。我之前在迪士尼工作的那段时间，就有一些男的员工做出一些让我觉得不是很舒服的事情，但是当时我就觉得他可能就是比较 open 啊。但是他好像还对当地的美国的那些姑娘也做了这些事情。过2天我就听说有人直接去跟 manager 说，然后那个人就被开除了。后来我才意识到，这个是可以受到保护的。先说一下当时我有这个男同事对我做什么，他就是很多不太舒服的那种 touch， 比如说过来跟你说话的时候，他可能会拍我的肩。当时工作的时候系一个那种围裙，他就会过来把我那个带儿扯掉，就是让我觉得。不是很舒服，因为他不只是对我一个女生，对其他的那些，比如像日本的女孩、韩国女孩都是这样子。好像亚洲的文化吧，不知道。当时那几个日本女孩也说，她没有上升到那么严重，但是后来就是没2天，好像是被另一个美国的女孩去说了。就想跟大家说一下，不管是加拿大还是美国的法律，感觉大家对这种职场性骚扰都还是很重视的。你是可以用法律的武器保护你自己。我想起来了，终于想起来了，我终于脑子里有点东西了。好了，我来了。第一次在这边实习的时候，然后就有一个男同事，就是平时处的也挺好的，很普通的、很和谐的同事关系。然后有一天突然那个办公室里只有我们2个人，然后他就突然走过来，然后突然就抱住你，他抱住你说，舒可我喜欢你好久了，你知道吗？愿意做我女朋友吗？然后下一秒就要把我给吓得脑仁发懵。然后我当时就跑了，叫我男朋友赶紧来接我，然后我就回家了。这件事情发生了之后，他又跟我使劲发信息，说对不起，是我冲动了，然后千万不要把这件事情告诉 manager， 千万不要和任何人说，就这件事情我保证再也不会发生了。我当时想法真的就是，他也没有做成什么，然后我当时也及时的制止这件事情，他也没有再进一步的说，天哪，再使用暴力或者怎么样，说那个请求的语气又特别的诚恳，当时就心一软，我就真的没有跟任何人说过，因为我没跟别人说过，所以别人不知道，可能安排工作还会给你们安排在一起，然后最后不舒服的还是我自己，然后我就会很提心吊胆的。然后后来想一想，觉得我当时还是就是不该有的 nice。对，太危险了。就是想以我们2个这种例子跟大家说一下，还是要及时的保护好自己，凡事多留一个心眼吧，也不要真的因为就是一时的心软，然后真的让自己陷入一个更危险的境地。还有一个想跟你讨论一下，男女朋友吵架心里有火嘛，然后他就发泄的时候，他会去伤害自己，因为他不想去伤害对方，然后比如说他会啪去拿手砸墙，然后砸出一个洞之类的，就是类似这种事情。你觉得这种情况危险吗？你会觉得以后可能会引发到把这种情绪加在自己身上这种危险感吗？就是想跟大家讨论一下这个话题。
你这个问题真的很深奥哎。如果镜头前的你们也是一个像以恋一样，就是对自己的情绪比较敏感的，我觉得你们还是要相信这种愤怒的情绪是可以疏导的。就不要因为刚跟你的男朋友在一起吵一次架，他可能去砸墙伤害自己，然后你觉得他以后会家暴我，你们就这样分开，也很可惜啦。但是如果你的男朋友发现他也没有办法去改变，我觉得你们小心一点吧，就是考虑一下。对，我觉得重点是他做的一些行为你觉得不舒服了，然后你去跟他沟通之后，给他一段时间，如果他能慢慢的调整过来，你们就可以继续在一起。我觉得一个人的控制自己情绪的能力其实还是挺重要的。如果他并没有这个能力，甚至更加的变本加厉，我觉得这种时候就要好好的思考一下。总之一句话，希望大家出国留学的时候保护好自己，希望不要再出现像什么江歌呀或者各种那些不好的新闻了。希望大家也能通过留学这段经历，让自己变得更加成熟，更加有勇气的去面对自己的未来。希望所有的留学生都可以好好的保护好自己，最好不要遇到一些乱七八糟的危险的事情。但是如果遇到了，一定要知道可以用法律或者找警察叔叔，这是亘古不变的一个道理。说起找警察叔叔，你们可以关注一下中国大使馆的微信，然后在微信上有一个紧急联系中国大使馆的电话，等我给你找找啊12308。对，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这个叫领事直通车这个公众平台。没有打过这个电话，也不知道有没有用啊，但是就觉得有就很安全的，是的，很安全的，是的。好啦，我们这期视频就到这里啦，希望这期视频可以对留学的你们有一些帮助。如果喜欢我们视频的话，不要忘记去点击订阅、评论、点赞、分享、比心，拜拜，下期再见，下期再见。